你或许从未怀疑过，自己的声音竟与命运息息相关。你习以为常地将声音视为传递讯息的工具，却从未深思，它其实是你身体对宇宙所发出的最为精微的频率编码。你用什么样的声音说话，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事件靠近你。一个压抑的声音会让人误以为你无能而胆怯，一个急促的声音会让资源与关系从你身边逃开，而一个飘忽不定的声音，即使你倾尽所有努力，最终也难以在命运的洪流中站稳脚跟。并非你没有机会，而是你的声音不让它靠近。在你出生的那一刻，你用第一声啼哭震撼了整个世界。那声音如同黎明破晓，唤醒了空气中最原始的能量，让世界第一次真切地感知到你的存在与渴望。这声啼哭开启了命运对你独特频率的感应，也是你与宇宙缔结的第一道能量合约。但大多数人穷尽一生，也再没有发出过第二次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。声音甚至比思想更早出生，它是你还未学会思考时就已然创造世界的方式。声音的本质就是频率，而频率正是宇宙最深层的语言。宇宙不听你所说的话，它只接收你震动时的真实频率。那些从你喉咙深处穿过、未经矫饰与包装的声波，才是你灵魂最原始、最纯粹的语言。你发出的声音是你灵魂留下的震动轨迹，它无法伪装，也无从替代。声音也是一条隐形的命运轨道，无时无刻不在牵引着你的人生前行。你说话的方式精准反映出你内在的自由程度。当你的声音因恐惧、紧张或委屈而停滞不前时，你的人生也将困在相同的频率中。但当你的声音开始勇敢地穿透那些压抑与怀疑，那才是你真正拥有自由与财富的起点。这里是动量方舟，一处灵魂探索与内在成长的场域。你的点赞、留言、订阅与超级感谢，不只是支持创作，更是让这份能量触及更多渴望转化的灵魂。让我们一起把丰盛的种子播送到更远更深的地方。乔纳森·高曼生于1950年代，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声音疗愈大师。他不仅是音乐家，同时也是意识频率研究的先驱者。作为美国声音疗愈协会创办人，高曼致力于推广声音作为身体、情绪与灵魂转化的工具，融合灵性直觉与科学视角，横跨心理学、量子物理与古老传统。他被誉为声音医学的现代开创者。他的代表作《声音疗愈的7大秘密》自出版以来，被誉为声音疗愈领域的里程碑之作，广泛应用于冥想、能量疗愈与整合身心灵机构，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是许多疗愈者与灵性导师的入门经典。高曼在著作中写道：“声音是宇宙的原初语言，一切存在皆由频率构成。在他看来，宇宙的本质不是物质，而是振动，频率才是一切实相的基础。而人类的声音是我们意图与情绪最直接的频率投射，是我们主动创造现实的工具。”书中，高曼提出关键公式：频率加意图等于疗愈。这是他整个声音疗愈系统的核心。声音若缺乏意图，只是空洞的震动，而意图没有频率，则难以穿透现实。唯有两者结合，才能启动命运的深层转化。频率是你发出的能量波动，而意图则是这股能量要前往的方向。就像一支箭，频率是弓的张力，意图是瞄准的目标。声音中包含的信念、情绪、渴望与信任，才是你真正对宇宙发出的命令。高曼在著作中强调，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命运蓝图中的一段叙事，语言看似平凡，却在每个音节间悄然铺陈你的未来轨迹。
若你能在言语间察觉频率的真相，开口的那一刻，便是你命运重塑的开始。它提醒我们，在说出口之前，先问自己：我是在传递恐惧，还是创造未来？是在取悦他人，还是彰显自信？是在自我怀疑，还是在召唤渴望？当你开始以频率加意图为中心结构说话，你会发现世界对你的回应开始不同，对话变柔和，人际关系更清晰，机会也不在于恐惧共振。真正的疗愈不在外界的解法，而在你声音与灵魂轨道的再次对齐。当你发出的声音贴近真实本质，它不仅调频能量，更能改写你所在的现实。你是否曾注意过，当你疲倦、紧张或情绪低落时，声音也随之变得浅扁、暗淡，缺乏力量？这不是巧合。声音不只是传递情绪的镜子，更是一把可以反转内在状态的钥匙。声音能反映我们当下的情绪状态，也能引导能量转化的方向。当一个人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声音的共振与频率，他的能量场就会悄然转变，命运也将随之改道。当声音内在和谐、稳定，并与深层意图同频共振，它就不再只是声音，而是一股穿透现实结构的力量，为生命敞开崭新的可能。早在数千年前的《黄帝内经》中，就提出五阴入五脏的理论。古人将古代音符中的宫商角征羽对应于心肝脾肺肾，这不仅是中医音乐疗法的基础，更揭示出声音具有调节能量与影响身心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声音不只是听觉现象，而是直接作用于人体能量系统的力量。透过音律调和，气血得以流通，心神得以安定。这是一门运用声音细微频率调和气场、养护身心的古老智慧。声音疗愈先驱乔纳森·高曼重新诠释了这项古老智慧。他提出了震撼全球疗愈界的公式：频率加意图等于疗愈。这是一套具体可实践的声音显化路径。他强调，声音的效力取决于背后的意图强度，而意图的实现则仰赖声音的频率能否贯穿现实结构。这套公式将声音从说话的表层功能提升为一种灵魂导航系统。当我们有意识地说话，就是在用频率敲开命运的大门。高曼在著作中提到，声音不仅是振动的产物，更是意识的延伸。频率像是一道桥梁，将我们的意图精准送达宇宙。而这股意图若够清晰、够真诚，就会在声音中转化为创造现实的能量回声。真正的声音不是说出来的，而是流露出来的。它会暴露潜意识的模式，揭示你对自己的信任程度，也反映你是否真的准备好迎接改变。跨越古代经典与现代科学，我们终于看见了声音的真正样貌。它不是语言的附属，不是情绪的残影，而是通往生命本源的密码。真正能够改变命运的，不是你说了什么，而是你说话的那一刻，你的灵魂是否参与其中。每一次声音的震动，不只是来自喉咙，更是灵魂对过去、当下与未来的回应。而所有声音的源头，其实都来自情绪。情绪是未被语言翻译的能量讯号，是灵魂在体内闪烁的微光。当它们被压抑、否认、深埋体内，便会逐渐凝结成隐形的能量淤堵，像是内在系统的结痂，干扰气场，阻滞命运，甚至引发身心失衡。声音就是这些沉积能量的解码器。哭泣与开怀大笑是情绪的声音形式，也是最古老的疗愈本能。婴儿尚未学会语言，便已透过声音与世界对话。这些天然的发生，是灵魂对能量的自我调频。但长大后，我们习惯压抑声音，压制感受，使声音成了压力的容器，而非情绪的出口。
当情绪被压抑，频率就会停滞，而频率停滞，人生也会卡住，不再流动，只剩重复与退缩。声音是唯一能穿越语言与潜意识的力量，它不需你理解，也不需你解释，只需你允许自己发声，那股声音自然会找到堵塞之处，震碎囤积之气，释放痛苦与泪水。试着带着意图发声，那不再只是情绪的发泄，而是一场内在的调频仪式，像从胸口涌出的长叹，可释放悲伤；从腹部升起的低吟，仿佛为羞愧找到出口；而稳定绵长的嗡鸣，如大地的节奏，能让心神回归安定。负面经验不会无声离场，它们会留在体内，成为频率的记忆。你或许忘了事件，但声音记得，频率也记得。那些压抑的情绪与信念，化为命运系统的背景程式，干扰你的选择与吸引力。声音是打开这些潜藏系统的钥匙，它能进入气场，改写自我认知，精准扫描内在裂片，解码并释放陈旧限制，为新能量腾出空间。声音疗愈先驱乔纳森·高曼说，声音能穿透物质，直达精神与灵魂核心。这不只是疗愈的描述，更是一条宇宙法则。你的声音就是你震动宇宙的方式。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显化，都是一场命运重写，都是告诉宇宙我愿意转化的行动。声音不只是疗愈工具，它是通道，是主权的行使。当你开始带着意图发声，你就在改写命运了。随着对声音创造力的逐步觉察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声音不仅能调频、疗愈与重塑信念，更能开启一种细腻的感知能力，让你触及日常经验之外的灵性通道。声音疗愈先驱乔纳森·高曼在其疗愈体系中发展出一项关键理论——声波通灵。这一概念源自他常年探索声音与意识关系的实证与实践。他发现，当人们透过有意识的声音共修，无论是诵唱咒音、声音冥想、音波疗愈，或是带着明确意图的肯定语，这些声音将逐渐唤醒对能量场与频率变化的感知，使人进入与宇宙智慧同步的意识状态。此时的声音不再只是物理现象，而是一道通道，引导你连结内在直觉与更高次元的智慧。当你稳定地使用声音进行内在校准，这些有意识的声音实践将协助你开启灵性感知的通道，开始接收到更高智慧的频率回响。这正是声音旅程中最深邃也最神圣的维度。在这个层次，声音变成一种讯息载体，不只是释放情绪或重塑信念，更是一种来自高我与宇宙源头的指引。你会开始听见直觉的语言，某句话、某段旋律突然穿透你，使你进入与宇宙同步的状态。那是灵感在寂静中闪现，是洞见在日常中涌现，是画面在声波中流动。此时的你不只是说话者，更是接收者；不只是发送震动的源头，更是灵性智慧的讯号站。声音的终极意义不只是创造现实，而是召唤灵魂记忆。每一次发声都是一次与本源的重新对齐，一次与命运轨道的共振。这就是声波通灵的本质，用声音打开看不见的感官，接收宇宙的讯号，活出你与生俱来的频率路径。你发出的每一声都是向宇宙传递我准备好了，而宇宙的回应从不说话，它只用共振作答。你越是安住在声音中，越能听见真正的自己，那个记得自己从何而来，也知道将往何处去的自己。下一步是把这份听见化为日常可抵达的路径，如何一步步进入声波通灵的状态。声波通灵不需要神秘的天赋，它是一种经过训练后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内在能力。比起追求某种极端的神秘经验，
我们更鼓励将这份感知落实为日常中可重复实践的过程。以下的过程并非死板的4个步骤，而是身体与意识逐步对齐，转为接收状态的自然路径。你可以依循，也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调整，只要记住，这是一场与灵魂的协作，而非对结果的控制。第1步，备场域，选择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空间，将手机静音，让光线柔和一些，也许点上一盏灯或一根香，给自己一个清楚的开始仪式。坐下时，让脊椎自然挺直，双脚平放或盘腿皆可，手心可以附在下腹部，让呼吸慢慢的延长，特别是吐气时，让气息自然带着你慢慢下沉。这个过程目的不是要你放松，而是帮助你的注意力慢慢从外界收回到内在，让你开始在场。第2步，立意图。意图是打开频率通道的钥匙，不是目标，不是愿望单，也不是指令，而是一种当下的对齐状态。在心中缓缓地念出一个简短的句子，例如：我选择对齐内在，我准备好接收讯息，我允许真实流动。这些话不需完美，但要简洁、真诚，并且贴近你此刻的渴望。意图不是为了要到什么，而是让你和自己的内在站在同一个位置上共鸣。第3步，启发声，找一个你当下最能连结的声音，也许是简单的长音嗯，或是你自己创造的音节，也可以是肯定语、重复语或旋律感的低吟。重点不是唱得准、念得对，而是你是否与这个声音站在一起。让声音从腹部启动，穿越胸腔与喉部，稳定而有节奏地流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也许你会感觉身体某个部位变热、发麻、微微跳动，这都是能量开始活络的征兆。第4步，入静听。这一步反而是整个过程最关键的核心，因为真正的通灵不是发声，而是听见。当声音静下来，请将注意力放在胸口、耳后或下腹这些你特别有感的部位，不做任何判断，只是倾听。可能是一个画面、一个词、一段旋律，甚至只是一股能量的流动。你不必解释它，只要让它出现。这些讯号不一定清晰明确，但会有一种不属于大脑想出来的质地。你可以用纸笔简单记下来，日后再慢慢对照它们在生活中的意义。这个过程没有对错，只有是否诚实。它不是神秘的技巧，而是一种学会与自己对话、与宇宙同步的日常练习。你可以将它当作1日1次的内在校准，也可以在特别混乱、情绪激动或需要指引的时刻使用它。你发出的声音不只是要被世界听见，更是为了让你听见自己。那个一直在等你靠近的自己，早已在内在发出频率，只等待你用声音回应。你的声音不只是喉咙的震动，也不只是语言的工具，它是一道召唤，是一场显化，是你灵魂对宇宙许下的频率承诺。每一道声波都是灵魂的能量讯号，编织着你与世界的关系场。你的语调与节奏是你向宇宙发出的震动密码。声音的质地反映你内在的状态，也悄然揭示潜意识的渴望与信念。如果你的声音中藏着焦虑与怀疑，现实就会回应以混乱与阻滞；若你发出的是安定与信任，生命也会以流动与丰盛作答。声音不只是表达，它是一道能量之门，打开的是你未来的可能性。这不是比喻，而是实相本身。声音是意识的具体化，是现实的频率结构。你发出的每一道声波，都是写入宇宙的创造指令。你说出的每一个音节，都是在塑形未来的引信。真正的语言，从来不是为了说服他人，而是为了召唤出那条属于你与灵魂频率对齐的命运路径。请深吸一口气，让声音从身体深处升起，
不为讨好，不为修饰，只为成为你灵魂的回声。那声音如黎明初明，纯粹清晰，划破沉默，启动新的频率轨道。声音是你独一无二的能量签名，是宇宙辨识你的频率指纹。这一生，你说过千万句话，但请记住，真正能改写命运的，不是那些言语，而是那一生，你终于说出来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声音。当那声音出现，宇宙屏息，万物静止，命运悄然改道。因为宇宙终于听见了你灵魂的原因。